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这款泡芙花的包包，特别简单。首先看一下咱们需要用到的工具和配件：格子网格板1套，然后咱们的球球线1团，钩泡芙花的冰条线1段，然后就是咱们缝合用的棉线1段，2个型号的钩针，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然后就是记号扣、缝合针，然后还是需要2个地扣。下边咱们就来学习这款包包怎么制作，特别简单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咱们的大的板子，然后拿出咱们因为是2个钩针，一个是钩泡芙花，一个是钩咱们的主体，拿出咱们比较细的这根钩针，找到咱们球球线的线头。首先咱们这个球球线在做的时候，它是2个球球线中间是有一段线，咱们首先要把最上边那个球球给它剪掉，我这里已经剪掉了，然后用打火机稍微给它烧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是避免脱线，这样稍微烧一下给它捏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拿出咱们的板子，咱们在做的时候都是从最边上，从最边缘的这个格子咱们去给它做，然后上边要预留出2个格，从第3个格开始，从最左边和最右边都是可以的，也就是都是从第3个格子开始。拿出咱们的球球线，咱们从我就从最左边开始，然后从第3个格子，大家可以看一下1、2、3，从第3个格子穿进去，然后从第2个格子咱们给它穿出来。咱们要先打一个死结，给它固定一下，这个就等于是咱们的开头起头。打结的时候就像咱们系鞋带一样，给它直接这样打个死结就可以了。打结的时候咱们要给它拉紧。好，这样咱们就等于咱们起头给它起好了，然后从咱们这个洞里边把这个给它拉出来，给它勾出来，把这个线头给它勾到里边来。现在咱们就开始继续钩咱们的第1针，现在咱们是第3个格子，就给它是第1针，然后中间咱们要再给它空3个格，这个是第1针，1、2、3，空3个格，从这个第4个格子里边，咱们去给它勾2个豆豆之间的这根线，咱们给它从这个第4个格子里边给它勾出来。好，勾出来拉紧，这样咱们第1针就完成了。第1针完成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针咱们是在这个格子里边，同样中间咱们再给它空3个格子，1、2、3，从第4针这个第4个格子这儿，咱们给它继续勾下边的这个线，给它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第1针和第2针是这样的，咱们本来应该是先勾出来第1针，然后再勾出来第2针，直接把第2针给它穿过第1针，这样拉紧，咱们这1针就完成了。这个是勾出来的第1个圈，这是第2个圈，把第2个圈穿过第1个圈里边，这样给它拉紧，咱们就完成了1针。下边就继续全部都是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同样隔3个格子，1、2、3，1、2、3，可以直接把这个线圈套在钩针上，从第4个格里边直接勾下一根线，直接给它勾出来，穿过咱们原来的这个线圈。好，这个又完成了。继续隔3个格子，1、2、3，从第4个格子里边直接给它勾出来，穿过原来的线圈，就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勾好之后，它这个豆豆是这样一排的排着的，咱们可以给它用手给它整一下，然后把那个线拉紧之后，它这个豆豆就会特别整齐，咱们就一定要把线拉紧一点。反面就是这种的，正面就是一个豆豆一个豆豆给它排起来的，然后咱们就继续给它一直是这样的，中间隔3个格子，从第4个格子里边勾线出来，勾出来之后直接穿过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好，继续重复这个动作，隔3个格子直接给它勾线出来，穿过钩针上的线圈。
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勾的时候，也有可能他因为每个颜色，它可能这个中间的线，它这个豆豆的大小也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中间的线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觉得空3个格子去勾的太紧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勾1针空2个格子的，或者勾1针空4个格子的都是可以。咱们一般就是建议空3个格子勾1针，空3个格子勾1针。如果说我觉得这个线太紧了，把这个板子都拉弯了，那你可以空2个格子，空4个格子都是可以的。就一直重复，空3个格子勾出来1针，空3个格子勾出来1针。咱们这个空几个格子就是看你自己啊，不是说必须空几个格子，只要就是咱们最后勾的这个正好咱们余下2个格子就行了。也就是说，咱们这边和这边都是余着2个格子的就可以了。然后我这一排就做完了，做完之后咱们继续往回勾，往回勾的话，咱们就要往右移中间隔2个格子，咱们竖着是隔的3个格子，往右移的时候，咱们中间是隔2个格子就可以了。然后往这个第3个格子里边去给它勾线，勾出来，然后穿过钩针上的线圈，继续往下。咱们就这样继续，这个地方等于拐了一个弯，然后继续往下勾。同样，咱们是隔3个格子，给它勾这边的这根线，勾出来，穿过钩针上的原来的这个线圈，继续隔3个格子给它勾，就一直重复，咱们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给它把整个的板子咱们给它勾完，隔3个格子，然后给它勾出来，穿过钩针上原有的这个线圈，然后咱们就到了最后一排了。同样往左边隔2个格子，然后咱们给它勾出来，继续给它，咱们继续往下隔3个格子，1、2、3，给它勾出来，穿过钩针上原有的线圈。这咱们给它拉紧一点，不要太松，太松的话，那个豆豆它就排的不是特别齐。同样到最后1针的时候，咱们也要把这个穿过来，穿过来了之后，咱们要把这个豆豆咱们给它剪掉，到这个豆豆根部的地方咱们给它剪掉，剪掉之后咱们就是最好就是用打火机给它烧一下，好，给它捏一下，这样它就不会脱线。这样的话，最后1针咱们是直接给它拉过来，然后咱们穿过这个钩针上原来的这个线圈，这样咱们最后1针就完成了。然后同样用这一根线，咱们给它打个结。好，从咱们上边这个孔里边穿出去，然后从旁边给它穿回来，然后直接给它咱们给它打结。
打一个死结就可以了。好，给它拉紧。如果觉得不牢固的话，可以就是说再打一个，一般的打一个就可以了啊。这里我就打一个，然后咱们给它翻过来，这就是做好的一面，咱们给它整一下，看哪里这个豆豆它不齐，咱们稍微给它整一下就可以了。好，咱们这个主体就做好了，下边咱们就要做这个小的板子。小的板子，咱们首先要把这个地扣咱们给它缝上，然后拿出咱们的棉线，先给它剪一段。咱们先把地扣给它缝一下，然后咱们再去勾这个豆豆。咱们用的这个棉线都稍微粗一点，所以说穿的时候大家就给它穿的时候捏住这一头，给它顺着这个大头针给它穿过去就可以了。咱们注意这个小的板子，咱们做的时候是，一侧给它做到底，另一侧留2个格子的，就像咱们大板一样留2个格子的。然后咱们这个地扣就是缝在最上边这2个格子的中间的这个地方，直接咱们给它穿线过来，然后下边用手捏住这个线头，用手捏住这个线头，穿过来了之后，从最上边给它穿过去，然后继续穿过来，穿过去，就这样给它穿就可以了。然后往左移一个格子，给它来回穿。穿的时候，把右边这根线咱们给它穿到里边就可以了，它就固定住了，咱们就不用打结了。大家可以多穿几针，给它穿紧一点，可以多穿几针。好，穿完之后，咱们也可以按照刚一开始的方式，咱们直接给它从咱们底下这个地方直接给它穿过去这个线头，然后打个死结。然后把这2个线头咱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好，这个地扣咱们就缝好了，2个板子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地扣给它缝好。下边咱们就来看这个板子是怎么勾的。同样就像咱们大板开头的时候，把这个豆豆咱们给它剪下去，顺着它这一侧给它剪下去，然后用打火机稍微给它烧一下，好，这样就行。注意的是，咱们这个板子这个地扣它是朝里边的，它不是在外边的，它是朝里边的。然后咱们豆豆是在外边的，同样也是在最边缘的一侧去给它勾，然后上边咱们留出2个缝地扣的这2个格子，咱们给它留出来，然后下边一直是到底的。同样，咱们还是像咱们原来起针一样，给它穿过来，穿回去，咱们给它打个死结。固定第1针，好，拉紧一点，这样同样咱们第1针就固定了。咱们这个线头给它穿到咱们包包的里边去。同样还是和咱们大板是一样的，隔3个格子，隔3个格子，这个地方第3个格是第1针，然后同样1、2、3，从这个第4个地方，咱们和咱们大这个小的板子和咱们大的板子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样也是1、2、3隔3个格子，这样它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咱们收尾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要回1针。大家可以就是认真看一下，前边就是完全一样的，隔3个格子啊，或者是隔2个格子，咱们给它一直勾。一定要给它拉紧一点，
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这个小的板子上边是隔2个格子，然后最下边咱们是勾到底的，是不用留格子的。上边给它空2个，然后下边一直勾到底，不用给它留格子。然后同样咱们给它拐过来，往左移2个格子，同样给它勾线勾出来，就一直这样重复。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咱们最后这个小的板子收尾的时候是怎样收的，它和大的那个板子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到最后一针这里了，同样咱们给它勾出来，然后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大家要注意的时候，这里咱们还是没有到收尾的地方呢。然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咱们勾好之后，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到这里它是空着一个球球的，所以咱们要把这个往左、往右，再给它回勾一针，这样的话它的球球就填满了。然后往左空1、2个格子，然后到咱们这个地方给它勾出来。这个地方咱们勾的时候就可以断线了，可以直接先给它断线，在球球这个位置直接给它剪断，然后用打火机稍微烧一下，给它勾出来，把这根线咱们给它勾出来。或者说不好勾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给它穿过来，从这个中间的这个格子这儿，从中间这个格子这儿隔2个格子这儿直接给它，因为烧过之后它这个头就是硬的了，然后直接给它拉过来。这样的话咱们就在这个地方给它补了一个痘痘，它就不会有空着的那个地方。然后咱们直接给它打结，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咱们直接给它用在这个线圈里边这样拉过来，给它打死结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怕不牢固的话，可以再往左边的这个线段上边给它再打一个死结就可以了。好，打完之后，咱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到这个本来有的这个纹路里边就可以了，就看不到这个线头了。给它这样藏一下就行了。现在2个小的侧板咱们也就勾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扣是在里边的，然后痘痘是在外边的。下边咱们就开始缝合这个包包，2个小的1个大的咱们都勾好了。缝合的时候同样拿出咱们的棉线、缝合针，如果这棉线太长的话，大家可以先给它剪下一段来，然后咱们的大板和侧板这样给它扣着。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格子一定要对齐，因为咱们球球都是勾到最外侧了，所以说看这个格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看不清。大家可以这样把这个球球往一边这样去捏一下，然后让它的板子露出来，顺着这个格子咱们去给它缝合。同样咱们第1针缝合的固定方法和咱们球球是一样的，从下边这个第2个格开始给它对齐对好。因为咱们这个包是这种的，所以说咱们要把这个小板和大板咱们要这样给它扣着，先给它起头。咱们这个固定和这个咱们原来球球的是一样的，不过咱们是在这个第2个格子里边，咱们同样把线穿出来，先给它打一个死结。这个大家可以多给它打一下啊，因为这种棉线它就会
比较滑一点就容易开。然后打完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直接顺着咱们缝合的时候给它缝里边去就可以了。这个缝合可能大家就是看的不太清楚，因为它这个球球线都给挡住了。大家就这样用手给它捏着一点儿，只要是咱们这个格子不要给它缝的错开了就没问题。大家可以看清这个格子吧，然后就是顺着这样一个格子对应着一个格子，咱们去直接就像咱们缝衣服一样，直接去给它缝就可以了啊。穿过来，然后同样下一个格子。咱们就一直这样给它穿，特别简单。这个缝合它就是看起来不太好看清楚这个格子，但是缝合的时候特别简单。大家就是把它拉紧就可以了。然后注意的是，就是不要把这个格子给它错开了就行。把咱们这个线头给它藏到里边去。你缝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豆豆给它往下这样拨一下，然后捏住它，咱们就能看清这个格子了。那就一直这样去给它缝。咱们给的这个棉线都是和咱们的球球线颜色比较接近的，是看不出来。最后缝合好了之后，咱们是看不到这个棉线的，因为咱们这个球球都是勾到了最外边这儿。缝的时候，如果这个球球的这个绒毛，咱们给它缝上了，就用手这样给它拨一下，它就开了。咱们缝到最后一个格子的时候，咱们就应该给它这样给它折过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最后的一个格子。和咱们大板的这个格子是用的同一个格子，然后给它转过来之后，同样还是用咱们最后的这一个格子，也就是横过来的第一个格子，同样还要用这个格子去给它和这个大板的缝合。大家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可能看不太清这个视频里这个教程里边，但是大家就自己给它看好就行了。最后的这个格子和竖着的这个格子，还有转过来之后这第一个格子，它是在一个格子里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它缝错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多缝2针，这样的话比较牢固一点。缝完之后横过来了，它同样咱们就给它这样用手给它拨着一点这个豆豆，然后继续把这个格子咱们给它缝上就行。这个就是缝合的时候需要一点耐心，慢慢来就行。同样，咱们把这个底部横着的地方咱们缝完了之后，又到了一个拐角的地方，就是咱们注意一点，就是最后的这个格子，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个角就是最后的一个格子，然后和横着的咱们最后一针给它缝好之后，然后转过来和这边的，它就属于是这边的第1针了，然后咱们要往下搓一个格子，然后继续给它缝合。这个拐角的地方大家就多缝2针就行了。一直咱们把这边转过来了之后，一直就是这样缝合，咱们给它缝到底。好，到最后这个倒数第2个格子的时候，同样咱们给它穿到里边去，打个结，穿过来之后这边勾着一个线，然后穿回来，顺着这个线穿过来，然后拉紧，这样咱们就打了一个结。再演示一下啊，现在线是在外边的，然后咱们给它从里边穿过去，
不要给它全部拉出来，从左边的这个格子出来，然后从这个线圈咱们给它掏过去这个针，然后这样咱们就等于打了结了，也就是锁了针了。然后咱们再给它穿到里边来，顺着这个纹路给它穿进去，把这个线头藏一下，剪断就可以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咱们左边的这一块板子，咱们右边这一块板子，咱们同样也给它缝合上来，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咱们另一侧的也给它缝合好，给它那个锁好针，可以多锁一针。好，穿过来之后，把这个线头顺着咱们这个纹路给它穿进去，直接把线剪断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咱们缝合好的一个，然后最后咱们要在这个边上重新因为它还露着网格，咱们要在这个边上重新咱们去给它勾一圈这个球球线，用这个球球线勾一圈边儿，同样把咱们最外边这个球球给它剪下去，然后用打火机给它烧一下。还是咱们这个固定都是一样的，给它在这个角这个地方咱们给它固定一下，同样给它打结，要打紧，稍微打紧一点。打完结之后，咱们把这个线头给它穿到里边去就行了。注意，咱们现在勾边的时候，咱们是要在里侧去给它勾，这样它的球球就是在外边的。同样，咱们在第一个格子这儿，它属于是第一针，然后隔3个格子，1、2、3，然后在这个地方勾线，勾出来拉紧，再给它空3个格子，1、2、3，然后同样就和咱们勾板子的方式是一样的，直接勾过来，勾针上的这个线圈给它拉紧，这样的话咱们外边就有一圈这个豆豆了。好，继续空3个格子，勾出来，穿过勾针上原来的线圈，空3个格子，勾出来，空3个格子，勾出来，到咱们最后一针的这个地方，直接在这儿，在最后一针给它勾出来，空一下就行了。然后转过来之后，咱们直接把第一针的格子给它空掉，在第2针这个地方直接勾一下，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同样在咱们上边第3个格子空3个格子，第4个格子这儿给它勾一针。好，最后咱们横着的这个板子就是2头各空一针，然后不管从左往右数，或者是从右往左数，都是这个第2针的时候，咱们给它勾，然后转过来之后，咱们转到这个横着的板子上，就是从第1针开始给它勾的。这个拐角的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拐过来之后，咱们就同样还是空3个格子勾一针。勾的时候咱们给它拉紧。就到了最后一针的地方了，然后转过来，同样咱们给它空1个格子，在第2个格子上给它勾出来，然后给它空3个格子，也就是正好咱们缝地扣的这3个格子给它空出来，在这个地方咱们给它
好，勾完最后的这个地方之后，咱们还要再勾上一个豆豆去，也就是在咱们转过来的咱们最早起针的地方，把这个线给它勾出来，然后咱们给它打结。同样，咱们要把这个豆豆这个地方留出来这一根线，然后咱们给它剪断，用打火机烧一下。好，直接给它勾出来，或者是说直接穿出来都可以啊。这个第一针的地方，咱们直接给它穿出来也可以。出来之后，在咱们钩针上原来的这个线圈上边，咱们给它穿过来，然后先给它拉紧，拉紧之后，咱们就开始给它打结。你可以和最早的一针一起去给它打个结，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在下边的一个网格里边，咱们去给它打个死结就可以了。这个打结大家应该都会，就和系鞋带它是一样的，大家就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给它打结就行了，只要是让它这个线不要开就行。也可以跟咱们第一针的这个，咱们给它直接打一个结，这样会更牢固一点，这样就更牢固一点了。好，现在咱们包包的主体咱们就做好了。这个球球如果它有比较挤的地方，咱们就给它整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尽量的整齐一点，不管是侧边还是正面，它这个地方咱们都给它整一下，整齐。然后地扣它这个地方也就不是特别明显了，它会藏起来一点。然后咱们现在就开始主体的勾完了，咱们就开始勾咱们的泡芙花。咱们的泡芙花勾法也特别简单，拿出咱们的冰条线，找到线头，然后用咱们的粗钩针，我这里用的是4.5毫米的，然后咱们给它在手上绕一圈，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圈，然后用右手捏住这个地方，捏住这个圈，左边小拇指绕线，然后食指给它撑住，现在是用中指和拇指捏住咱们这个线圈，右手拿钩针，好，先穿进线圈里边，绕线带出来，现在钩针上是一个线圈，直接再绕线带出钩针上的线圈，这样咱们就等于做了一个引拔针，这个就等于做了一个引拔针。下边咱们就是钩短针，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钩针穿过咱们就是最早这个大的线圈，然后给它穿进去，绕线挑出来，现在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了，现在咱们的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了，直接继续绕线，继续绕线，然后带出这2个线圈来，这样咱们就勾了一个短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勾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呈现的是一个 V 字形，这一个 V 字形就是咱们的第一针短针。现在咱们要用记号扣给它扣一下，好，标记一下这第一个短针。咱们这个起针一共是要起10个短针，同样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然后把咱们的钩针穿到大的线圈里边去，穿出来之后绕线，大家注意一下，绕线是把钩针从线的下方伸到线的上方去，挑出来一根儿，现在钩针上就有2个线圈了，再继续绕线，好，绕的线用这个钩针拉着这个线，直接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现在就是第2针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1、2，现在就2针了，咱们一共是起10个短针，3、4、5、6、7、8、9、
10。好，咱们把这个线圈给它拉长。大家如果说怕自己勾的不对，可以给它数一下，从咱们扣记号扣的第一个 V 字形开始，1、2、3、4、5、6、7、8、9、10，一共这是起了10个短针。然后找到咱们最初这个线头，用力给它拉紧。这个手要按住这个地方，然后用力拉这个线头。这个左手一定要给它按住了，要不然这个线头容易给它拉断。好，收紧之后，它现在就是一个圆形的了，这就是环形起针起好了。环形起针起好之后，把咱们钩针穿到咱们最后的这个线圈里边，给它拉紧。拉紧，咱们找到咱们扣记号扣的这个 V 字形，穿进去，勾线勾出来一根线，然后现在钩针上是2个线圈，直接把第一个线圈穿过第二个线圈，这就是咱们做了一个引拔针，然后引拔针之后，咱们还要钩一个起立针，一个线圈同样绕线勾出这个线圈，这就是一个起立针。好，咱们第一圈就勾完了，然后第二圈咱们首先是要勾4个辫子针，1直接绕线拉出来就是1针，2绕线拉出来，3绕线拉出来，4。好，现在是咱们勾了4个辫子针，最早的一个起立针，然后加4个辫子针，1、2、3、4个辫子针。现在咱们就要把咱们这记号扣拿下来，然后扣到它的左边的地方，咱们勾引拔针的这个地方。好，现在咱们要勾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首先咱们是先要在钩针上绕一个圈，找到咱们最早勾引拔针的地方。好，穿进来。如果大家看不清，可以先不要把记号扣拿掉，直接就是钩针从这个引拔针的地方穿过来，这个线头大家可以放在钩针的上方，咱们就给它勾里边去了，就藏起来了。然后勾线勾出来，现在钩针上是有3个线圈的，最早咱们的引拔针，然后绕了一圈，然后刚刚勾出来的，现在咱们给它拉长，好，拉到和咱们引拔针差不多的长度，直接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现在咱们就勾了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的，继续咱们再勾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同样绕线穿进，还在咱们刚刚的这个针目里边穿进去。好，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好，直接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第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咱们就做好了。下边第3个同样是绕线，还在原来的针目里边，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好，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这个就是咱们在原来的一个辫子针，然后又勾了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这一个针目咱们就做好了。下边咱们继续绕线往左挪一个针目，好，穿进去，这个线头咱们给它压上边，然后同样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就像在第1个针目里边勾的是一样的，咱们继续勾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一个绕线在同样刚刚的针目里边拉出来拉长，2个，然后第3个同样给它拉长。好，这样咱们的钩针上边大家可以数一下，1、2、3、4、5、6、7，有7个线圈。这个现在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它绕线依次穿过这7个线圈，在穿的时候大家可以按住这个长针的未完成针，这样它就不会脱线。拉出来之后，咱们直接勾4个辫子针，1、2、3、4，
直接绕线勾出来就是一个辫子针，然后回到咱们再往左挪一个针目，好，勾出来，直接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就是一个引拔针。现在咱们一个花瓣就勾好了，也就是说咱们两个针目为一组，两个针目为一组，咱们一共是10针，咱们是要勾5个花瓣。好，继续咱们第2个花瓣，起4个辫子针，1、2、3、4。好，辫子针起好之后，在同样的咱们这个针目里边给它绕线穿针，绕线拉出来，给它拉长。拉长之后勾长针的未完成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好，一个拉长，2个拉长，3个。然后继续往下一个针目里边，咱们再勾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针目看好啊！绕线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然后绕线穿进去，拉出来，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继续绕线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现在咱们钩针上有7个线圈，直接绕线穿过这7个线圈。好，引拔针1、2、3、4，直接往左挪一个针目，咱们给它勾引拔针。第二个花瓣咱就勾好了。勾完之后，咱们可以给它这样整一下，它就是花瓣的形状。好，继续1、2、3、4，咱们给它勾第3个花瓣，1、2、3，往左再挪一针，1、2、3。好，现在7个线圈，直接绕线穿过这7个线圈，直接勾4个引拔针，1、2、3、4。好，再往左挪一个，咱们给它勾引拔针，1、2、3、4。第3个花瓣做好了，一直咱们做5个同样的花瓣。好，最后一个花瓣咱马上就完成了，1、2、3、4。完成之后，咱们就在咱们扣记号扣的地方直接给它做一个引拔就可以了。好，直接穿过来，然后给它断线，拉紧，这样把咱们给它整一下，咱们的泡芙花就做好了。后边这个线头咱们可以用缝合针，或者说用钩针，咱们给它藏一下线头，直接顺着这个纹路给它勾出来，多勾2下，然后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好，这个泡芙花咱们就做好了。下边咱们就开始做咱们的，好，这个泡芙花咱们就做好了。下边咱们就开始做咱们的珍珠链。拿出咱们材料包里边的珍珠，咱们珍珠一共是14颗，咱们发的都是15颗。大家如果说想要长一点、短一点，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那个穿就行了。它的穿法特别简单，1、2、3、
4、5、15颗，然后咱们会配有这种丝，咱们发的长度都是够的啊，能看清吗？这种的，然后每个里边会有这种小的钩子，有2个这种小的钩子，咱们找到这个线头透明的这个线头，咱们直接就是给它打结，打个死结，在这一侧，咱们直接给它打一个死结。咱们发过的时候发的应该是那个铁的，它会更好操作一点，更结实一点。就直接打2个死结就可以了。好，下边咱们就开始穿这个珍珠了。穿珍珠的时候，就用另一头，咱们给它穿进去。然后穿到这边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头，咱们把打死结的这个头直接给它穿到咱们珍珠的里边去就可以了啊。好，这样打结的时候大家可以给它拉紧一点，这样它这个边上就不会特别明显。咱们就直接给它穿进去，14个、13个都可以。咱们发材料包发的是15个。3、4、5、6、7、8、9、10、11。如果这个头上有的它这个孔小点，就稍微给它扎一下就可以了啊。12、13，现在我就以13个为例子吧。直接给它穿过来之后，这个咱们给它穿到珍珠的里边去。如果有特别长的话，如果这个线头特别长的话，就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好，这一头同样的方法，咱们给它穿过来打结就可以了。打结的时候，咱们可以给它打的稍微紧一点儿。好，打完之后，咱们给它剪短。剪短之后，同样顺着咱们这个珍珠的孔给它穿进去就可以了啊，这个特别简单。多余的可以给它剪掉。好，现在咱们的珍珠就做好了。这个珍珠特别容易，咱们就直接两边给它挂到地扣上就行。然后左边和右边给它挂到地扣上就行。然后下边咱们就粘咱们的泡芙花，泡芙花更简单了，就直接咱们用胶棒给它粘上去就行了。咱们每个里边都是有胶棒和这个珍珠，多余的珍珠，咱们直接给它这样粘。如果说大家不喜欢这个泡芙花上粘珍珠，你可以用咱们之前剪下来的这种豆豆，放上去一个，也是挺好看的。用珍珠也是可以的。咱们就咱们都会带那个胶棒，然后
用打火机同样的给它烧一下，粘上，把这个珍珠给它粘上，然后这里边同样也是，咱们把这个胶棒给它放上边，再挤一下，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就给它粘上就可以了。好，现在咱们这个泡芙花的包包就做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条的长度。如果说觉得长的话，可以再少穿一个也可以，多穿一个也是可以的。咱们都是发的15个珍珠。咱们的泡芙花钩法也特别简单，拿出咱们的冰条线，找到线头，然后用咱们的粗钩针，我这里用的是4.5毫米的，然后咱们给它在手上绕一圈，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圈儿，然后用右手捏住这个地方，捏住这个圈儿，左边小拇指绕线，然后食指给它撑住，现在是用中指和拇指捏住咱们这个线圈，右手拿钩针，好，先穿进线圈里边，绕线带出来，现在钩针上是一个线圈，直接再绕线带出钩针上的线圈，这样咱们就等于做了一个引拔针，这个就等于做了一个引拔针。下边咱们就是钩短针，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钩针穿过咱们就是最早这个大的线圈，然后给它穿进去，绕线挑出来，现在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了，现在咱们的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了，直接继续绕线，继续绕线，然后带出这2个线圈来，这样咱们就勾了一个短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勾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呈现的是一个 V 字形，这一个 V 字形就是咱们的第1针短针。现在咱们要用记号扣给它扣一下，好，标记一下这第1个短针。咱们这个起针一共是要起10个短针，同样现在钩针上有一个线圈，然后把咱们的钩针穿到大的线圈里边去，穿出来之后绕线，大家注意一下，绕线是把钩针从线的下方伸到线的上方去，挑出来一根儿，现在钩针上就有2个线圈了，再继续绕线，好，绕的线用这个钩针拉着这个线，直接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现在就是第2针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1、2，现在就2针了，咱们一共是起10个短针，3、4、5、6、7、8、9、10。好，咱们把这线圈给它拉长。大家如果说怕自己勾的不对，可以给它数一下，从咱们扣记号扣的第1个 V 字形开始，1、2、3、4、5、6、7、8、9、10，一共这是起了10个短针。然后找到咱们最初这个线头，用力给它拉紧。这个手要按住这个地方，然后用力拉这个线头。这个左手一定要给它按住了，要不然这个线头容易给它拉断。好，收紧之后，它现在就是一个圆形的了，这就是环形起针起好了。环形起针起好之后，把咱们钩针穿到咱们最后的这个线圈里边，给它拉紧。拉紧，咱们找到咱们扣记号扣的这个 V 字形，穿进去，勾线勾出来一根线，然后现在钩针上是2个线圈，直接把第1个线圈穿过第2个线圈，这就是咱们做了一个引拔针，然后引拔针之后，咱们还要勾一个起立针，1个线圈，同样绕线勾出这个线圈，这就是一个起立针。好，咱们第1圈就勾完了，然后第2圈咱们首先是要勾4个辫子针，1，直接绕线
拉出来就是一针，2，绕线拉出来，3，绕线拉出来4。好，现在是咱们钩了4个辫子针，最早的一个起立针，然后加4个辫子针，1、2、3、4个辫子针。现在咱们就要把咱们这记号扣拿下来，然后扣到它的左边的地方，咱们钩引拔针的这个地方。好，现在咱们要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首先咱们事先要在钩针上绕一个圈，找到咱们最早钩引拔针的地方。好，穿进来。如果大家看不清，可以先不要把记号扣拿掉，直接就是钩针从这个引拔针的地方穿过来。这个线头大家可以放在钩针的上方，咱们就给它钩里边去了，就藏起来了。然后钩线钩出来，现在钩针上是有3个线圈的，最早咱们的引拔针，然后绕了一圈，然后刚刚钩出来的，现在咱们给它拉长，好，拉到和咱们引拔针差不多的长度，直接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现在咱们就钩了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的，继续咱们再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同样绕线穿进，还在咱们刚刚的这个针目里边穿进去。好，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好，直接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第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咱们就做好了。下边第3个同样是绕线，还在原来的针目里边，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好，继续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这个就是咱们在原来的一个辫子针，然后又钩了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这一个针目咱们就做好了。下边咱们继续绕线往左挪一个针目，好，穿进去，这个线头咱们给它压上边，然后同样绕线挑出来，给它拉长，就像在第1个针目里边钩的是一样的，咱们继续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一个，绕线在同样刚刚的针目里边拉出来拉长，2个，然后第3个同样给它拉长。好，这样咱们的钩针上边大家可以数一下，1、2、3、4、5、6、7，有7个线圈。这个现在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它绕线依次穿过这7个线圈，在穿的时候大家可以按住这个长针的未完成针，这样它就不会脱线。拉出来之后咱们直接钩4个辫子针，1、2、3、4，直接绕线钩出来就是一个辫子针，然后回到咱们再往左挪一个针目，好，钩出来，直接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就是一个引拔针。现在咱们1个花瓣就钩好了，也就是说咱们2个针目为一组，咱们一共是10针，咱们是要钩5个花瓣。好，继续咱们第2个花瓣，起4个辫子针，1、2、3、4。好，辫子针起好之后，在同样的咱们这个针目里边给它绕线穿针，绕线拉出来，给它拉长之后钩长针的未完成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好，一个拉长，2个拉长，3个，然后继续往下一个针目里边咱们再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针目看好啊。绕线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然后绕线穿进去，拉出来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继续绕线
拉长，穿过前2个针目。现在咱们钩针上有7个线圈，直接绕线穿过这7个线圈。好，引拔针1、2、3、4，直接往左挪1个针目，咱们给它钩引拔针。第二个花瓣咱就钩好了。钩完之后，咱们可以给它这样整一下，它就是花瓣的形状。好，继续1、2、3、4，咱们给它钩第3个花瓣。1、2、3，往左再挪1针。1、2、3，好，现在7个线圈，直接绕线穿过这7个线圈，直接钩4个引拔针。1、2、3、4，好，再往左挪1个，咱们给它钩引拔针。1、2、3、4。第3个花瓣做好了，一直咱们做5个同样的花瓣。好，最后1个花瓣咱马上就完成了。1、2、3、4，完成之后，咱们就在咱们扣记号扣的地方直接给它做一个引拔就可以了。好，直接穿过来，然后给它断线，拉紧，这样把咱们给它整一下，咱们的泡芙花就做好了。后边这个线头，咱们可以用缝合针，或者说用钩针，咱们给它藏一下线头。直接顺着这个纹路给它勾出来，多勾2下，然后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好，这个泡芙花咱们就做好。